公元192年冬，兖州30余万黄巾士兵放下武器向曹操投降，加上随行的妇孺老幼，总人口超过100万。半年前，这支队伍刚刚在战场上杀死了兖州刺史刘岱，现在曹操决定不遣散、不屠杀、收编。一个刚刚站稳脚跟的人，凭什么敢接手一支比自己大10倍的降军？初平3年春，青州黄巾大举涌入兖州。黄巾起义爆发于公元184年，8年过去，各地主力早被朝廷和地方军镇压，但残余力量从未消失。散兵、流民、失地农民不断汇入，队伍越滚越大。到他们从青州向西涌入兖州时，全部男女人口已超100万，其中能拿武器的青壮不下30万。这不是一支想要攻城略地的军队，他们没有后勤系统，没有粮仓，没有固定补给线。100万人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走，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所过之处，村庄被扫空，官仓被搬进，田地被踩成烂泥。他们不是来占领兖州的，他们只是要吃饭。兖州刺史刘岱决定出兵迎击。冀北乡鲍信当面反对，鲍信的判断很直接，黄巾人数极多，士气正盛，正面硬打胜算太低，不如先据城坚守，等他们粮尽分散后再逐个击破。刘岱没有采纳，他率军出击，被黄巾正面击败，死于阵中。兖州最高长官战死，一州之地突然没了主人，100万黄巾仍在境内流动，各郡县紧闭城门，等着一个能接住局面的人出现。站出来的人是陈宫，陈宫此时是曹操身边的谋士。刘岱一死，他立刻看到了机会，兖州需要一个新的长官，而曹操正缺一块完整的地盘。他开始游说兖州各郡的实力派，理由很现实，眼下有能力带兵打仗又离兖州最近的人就是东郡太守曹操，请他来主持大局是保住各郡的最快办法。鲍信同意了，冀北乡鲍信亲自带人赶往东郡迎接曹操入主兖州。曹操接受，正式成为兖州的掌控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一个完整的州级根据地。此前的曹操一直处于漂泊状态，陶董时带了几千人被打散，退回来在东郡勉强有了一小块地盘，兵力始终只有1万余人。兖州比东郡大得多，意味着粮食、人口和征兵空间都发生了质变。但机会是附带条件的，接过兖州就意味着必须解决那支仍在境内横冲直撞的100万黄巾。刘岱用正面迎击的方式失败了，曹操不能再死一次。曹操入主兖州后带兵出击，但第一仗就打得极其狼狈。武帝纪引魏书记载，曹操最初率领的部队不过1000余人，在行军途中与黄巾遭遇，黄巾人多势猛，1000余人的小部队根本不够看。一战下来，曹操死伤数百人，被迫后撤。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他手里的兵力太少，对手的人数太多，用刘岱的方式只会得到刘岱的下场。但曹操没有退回城中坐等，他做了2件事。第一，严明赏罚，打了败仗的部队容易崩溃涣散，曹操立即整肃军纪，把赏罚标准重新明确。那些还能战斗的士兵需要看到，跟着打仗有赏，临阵退缩有罚，士气不是靠喊口号恢复的，是靠赏罚制度撑住的。第二，改变打法，不再与黄巾正面硬碰，而是设置骑兵伏击。黄巾人多，但缺乏严密的侦察和指挥协调，对伏击的抵抗力极弱。曹操开始利用地形，反复以小股部队设伏，打完就走，不给对方组织反击的时间。魏书记载，设祈伏，昼夜会战。昼夜会战4个字说明一件事，曹操的部队在连续作战，不给黄巾任何喘息的机会，白天打，晚上也打。黄巾人多，但100万人拖着老幼辎重，根本无法在持续高压下维持队形。鲍信跟随曹操参加了这场追击作战，在一次遭遇战中，鲍信为掩护曹操身陷重围，战死，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曹操后来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样貌，设计痛哭，邀请他来兖州的人先死在了战场上，但战事不能停。曹操从惨败中调整过来之后，局面开始逆转。黄巾被从兖州腹地一路压向冀北方向，100万人拖着老幼妻小，补给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散。他们最大的弱点始终没有变，没有后勤，走到哪吃到哪的模式，在持续的军事压迫下难以为继。每当他们试图停下来觅食，曹操的伏兵就出现在身后或侧翼，取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继续跑，只会越跑越散。最终黄巾遣使请降。这里需要注意一件事，黄巾不是被打残后投降的，他们的战斗主力基本完整，能杀死刘岱的力量还在，投降的真正原因是走不动了，不是打不过了。这意味着曹操即将接手的不是一群丧失战斗力的俘虏，而是一支仍然危险的武装力量。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追黄巾至极北，起降，东受降卒30余万，男女100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30余万能战斗的青壮，加上全部随行人口超过100万，这个数字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了兖州本地在连年战乱后剩余的人口总数。曹操面前只有3条路：第一，遣散，让30万拿着武器的人自行离开，结果是制造30万流寇，兖州永无宁日。第二，屠杀，以当时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对100万人执行大规模杀戮，就算能杀，100万条人命换来的只是一片空地和一个屠夫的名声。第三，收编，曹操选了第3条路，他从降卒中选拔精锐，编入军队，正式命名为青州兵。100万人不再移动了。从这一刻起，曹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大规模的直属军事力量。但一个根本问题仍然悬在这里：30万人昨天还是敌人，凭什么相信他们明天就能为你所用？把前面的事实重新排列一遍。第一，黄巾投降时战斗力基本完好，不是被歼灭后残余的散兵。第二，降卒人数远远超过曹操原有的部队。第三，几个月前他们刚杀死了兖州最高长官，在这种条件下收编看起来像一场赌博，但如果看曹操面对的具体局面，这个选择背后有一条可辨认的逻辑链。先看军队组织层面，黄巾不是正规军队，它的基本单位是以宗族、乡党和宗教信仰为纽带的社群，一个渠帅带着自己的族人和信众行军打仗，内部指挥自成体系。这种结构意味着渠帅的权威独立于外部任何人，谁要接收黄巾，谁就要面对几十个各自为政的小军头。史料只记载了6个字：收其精锐者。但这6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把整支黄巾原封不动编进队伍，而是从中选人。被选出的士兵一旦离开原来的群体，进入新编制，旧渠帅对他们的控制就被切断了。他们不再是某个渠帅的部下，而是青州兵的一员。更可能的做法是，选拔出来的精锐被重新编组，由曹操方面的军官统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编制安排，但从后来青州兵长期作为独立建制出现在曹操军中来看，它更接近一支被重新组织过的部队，而不是简单的换一面旗帜。不过必须承认，这种重编并不彻底。青州兵后来在曹操军中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集团性质，军纪也与曹操嫡系有明显差距。曹操去世后，青州兵甚至自行击鼓离散，不再听从新主。这说明曹操对这支队伍的控制始终是有限的，他能用他们，但从未把他们完全变成自己人。再看粮食和安置层面，组织重编只解决了指挥问题，士兵为什么愿意接受，为什么不哗变？更可能的答案在那些没有被选入军队的人身上。100万人口中，大多数是无法作战的老幼妇孺。黄巾裹挟100万人不停移动，不是因为他们好战，而是因为找不到一块能养活所有人的地方。每到一处吃光存粮，就必须继续走，这是一种用行军替代种植的绝望生存方式。曹操最可能给出的条件是停下来。兖州经过战乱，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而100万黄巾中有的是劳动力，将这些人口安置在空旷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农业生产，既解决了流民的生存问题，也为兖州提供了急需的粮食来源。后来曹操在兖州推行屯田制度的雏形，很可能就与安置这批人口有关。对士兵来说，道理很直接，旧渠帅能给的只是继续逃亡，而新主人能给的是家人不用再跑。当家属有了落脚的地方，士兵就有了牵挂，有牵挂的人，叛乱的代价变得具体而沉重。这就是曹操敢收编30万降卒的底层逻辑，不是靠威望压服，也不是靠恩义感化，而是用一整套具体的安排，选拔打断旧组织，重编建立新指挥，安置绑住家属，让投降者失去反叛的动机和条件。它并不完美，青州兵始终没有变成完全可靠的嫡系军，但它足够让曹操用了20多年。在此后的兖州保卫战、官渡之战中，青州兵都出现在战场上。曹操真正赢得的不只是一次兵源补充，他摸索出了一套将投降者转化为可用力量的方法：打散、选拔、重编、安置。这套方法后来会反复使用。青州兵不是一次幸运，而是曹操军事体系的起点。曹操用1000余人的惨败换来了正确的打法，用伏兵和持续压迫逼降了100万黄巾，再用选拔和安置把30万降卒变成了自己可用的军事力量。他付出了鲍兴的命和数百将士的血，换回了一个州和一支军队。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带几千人到处碰壁的小军阀。公元192年冬天，兖州平原上出现了一种过去8年从未有过的景象。100万曾经不停奔走的人停了下来，有人开始在荒废的田地里翻土，有人被编入新的行伍开始操练。几个月前还在劫掠村庄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青州兵。曹操37岁，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军队，但这片刚刚安定下来的土地安静不了太久。曹操率军东征徐州，后方的陈宫连和吕布突然发难，刚刚站稳的兖州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易手。